一杯茶，一包烟，一行代码。作为一个嵌入式工程师，不知道你在喝茶的时候你在 debug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一套功能健全的代码，凭什么连上这样一个调试器盒子就能够让代码随时随地的停下来，还能够看到当前运行时的变量？上期讨论 bootloader 时，我们也提到，芯片的烧录方式除了物理课时、通信口传输以外，还可以是通过调试器烧录。但是 Flash 明明是在芯片内部和 CPU 内核直接相连的呀，调试器是怎么访问到芯片内部的存储器和外设的呢？ Hello， 好久不见，我是大米的 Daddy，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debug 的那些事儿。1947年9月9日这一天， Grace Hopper 在早期的继电器计算机 Mark II 上工作时，发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故障。当他掀开计算机外壳时，才发现原来是一只飞蛾落在了继电器的触点上。Grace 将这只飞蛾取出并粘在当天的工作手册中，他成为了第一个发现 bug 的人。但是到了后来，集成电路发展飞速，芯片的封装也越来越精密，之后芯片运行发生的问题就再也不能归结到例如飞蛾这样的小动物头上了。而测试与寻找 bug 的过程在 PCB 板完成制造的那一刻便开始了。对于 PCB 的测试手段主要分为结构性测试和功能性测试，前者主要关注硬线连接情况，比如有没有虚焊或焊桥引起的断路和短路，后者呢则关心板上芯片逻辑是否正常实现。最初测试 PCB 引脚的方式被称为 bed of nails， 是通过在电路板上预留测试点，再将测试针脚通过特殊的夹具抵在电路板上，从而测试连通状态。除此之外，还有更为灵活的飞针测试。但是随着芯片引脚的剧增，多层 PCB 以及 BGA 等底部封装技术被大范围使用之后，之前的测试方法便难以适应，并且显得成本高昂。于是在1985年，几家半导体厂商为了解决板机测试的问题，成立了一个叫做 Joint Test Action Group 联合测试行动小组，简称 JTAG 小组。他们想出了一个方案，希望将测试点和测试电路集成在芯片的引脚处，同时留出一个统一协议的接口，大家都能通过这么一个接口来访问芯片的输入输出状态，这样就省去了板机测试时的物理接触，同时还能进行逻辑性测试，一举两得。而这之后，电子工科生的噩梦邪恶组织 IEEE 将联合测试行动小组，也就是 JTAG 小组的方案制定成了标准 IEEE 1149.1，于是也就有了我们现在常听到的 JTAG 调试。JTAG 调试实现的重要一环是一种称为边界扫描的技术，核心思想是通过给芯片的每一个输入输出引脚添加一个移位寄存器单元，也称为边界扫描单元 Boundary Scan Cell， 简称 BSC。通过它，一边可以实现对芯片输出数据的截取，另外一边又可以完成对输入数据的替代。正常运行状态下，这些移位寄存器单元又是透明般的存在，完全不会影响正常逻辑。这些位于引脚边界的移位寄存器还可以串在一起，形成一条边界扫描链，以串行的方式从外部更新链上扫描单元的数据，以及对外输出边界扫描单元捕获的数据。如果板上有多个支持边界扫描的芯片，它们还能以菊花链的形式再串在一起，这样就大大方便了测试的过程。要实现对内部移位寄存器单元，或者说对整个扫描链的访问和操作，便依赖于 JTAG 调试协议和相应的物理接口。JTAG 标准接口包括数据输入和输出的串行接口 TD-in、TD-out， 调试时钟基准 T-clock 和提供调试逻辑的 TMS， 还有一个非必须的复位信号。调试逻辑的实现是通过芯片内部的 Test Access Port， 简称 TAP 控制器来控制的。模式状态信号 TMS 配合测试时钟信号 T-clock 以一定的时序进入到 TAP 控制器以后，由 TAP 控制器内部的状态机转化为相应的控制动作，从而完成数据的移位、引脚状态的捕获和更新。具体 TAP 状态机的流转过程因为过于详细，我后期会更新在 P2。当然 TAP 控制器能做的还不仅仅是这些。随着芯片架构的复杂化和调试内容的拓展，边界的概念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芯片封装后的对外引脚，我们还希望获取和改变其他某些寄存器的信息，因此扫描链也就不止一条。比如设备的 ID 寄存器构成的扫描链，板卡一连上调试器，通过对这条扫描链的访问，就能够识别到被调试的芯片型号。再比如存放调试机制相关配置的数据寄存器所构成的扫描链，后面断点和单步调试时就会用到，以及一个移位的 bypass 寄存器，当调试链路上有多个芯片连接时，来减少总调试链路的长度。以上都属于数据寄存器构成的扫描链，而想要在它们之间进行切换，需要引入另外的指令寄存器以及它对应的扫描链。这样调试主机将不同的调试命令写到指令寄存器中，就可以选通需要调试的数据链路。数据与指令寄存器两种链路的切换就通过 TAP 控制器完成。
数据寄存器和指令寄存器都在 IEEE 1149.1中进行了规范，芯片厂商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扩充需要的扫描链。正是基于这种灵活性 ，JTAG 调试框架从最初的板机验证，能够延伸到芯片设计、调试、软件维护的方方面面。那么通过 JTAG 等调试接口，我们已经能够测试引脚的输入输出了，同时也获得了观察和改变芯片内部数据的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进行调试呢？比如说打个断点，让程序在我希望的地方停下来。断点作为一种干预性调试，根据调试行为的不同，又分为监控模式和终止模式。监控模式时会触发异常，交由相应的软件程序来处理，处理器仍然处在运行状态；而终止模式会使处理器进入非正常运行的调试状态。两种模式分别对应着软件断点和硬件断点。以 ARM 架构来说，最初工程师们想到的办法是插入一条指令集中没有定义的无效指令，来替换掉希望打断点处的原指令。这样内核在运行到这条指令时，就会进入到无效指令异常的服务程序。在这个异常的服务程序中，我们再去做想要的调试操作。操作完成后，还原当时被替换掉的指令，并继续往下执行。后来 ARM V5 开始引入专门用于调试的 breakpoint 的指令，它类似于 X86 指令集中的 int3 指令，但不管是不是专用指令，它们都属于软件中的。这也意味着，如果我想要实时的添加这种断点，就要求能够随时的更改程序，插入断点指令，而一般只有程序运行在 RAM 中才方便这样操作。那么如果是直接从 Flash 上取值运行的程序，因为 Flash 先插后写的物理特性，是无法通过随意插入指令来实现断点的，更不用说从只读存储器上运行的程序，比如说固化在 BIOS 中的上电字典 POST 程序。面对这种情况，需要的就是硬件断点。硬件断点顾名思义，需要额外的硬件逻辑支持，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暂存和比较。我们把这种实现特定逻辑组合的电路称为宏单元。还记得前面我们说过 JTAG 规范支持自定义扩展扫描链吗？硬件断点宏单元的控制和比较两种数据寄存器就可以作为两条拓展扫描链加入到 JTAG 调试框架中。你在调试器软件中按下的一个按钮，对应的那行代码的地址就会通过上述扫描链被记录到断点宏单元相应的寄存器中。当然，调试器能够知道某行代码的地址，是依赖于你编译时生成的 ELF 文件或 AXF 文件中的符号表信息。而当程序正常运行取址时，如果宏单元的比较器发现了地址总线上出现了记录过的地址，比较器就会发出调试中断信号， CPU 接收到这个信号后暂停运行，进入调试模式或者异常。因为你每打一个断点都需要宏单元中相应的寄存器来保存地址信息，而寄存器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调试软件一旦和芯片建立起了连接，就会通过上述的另外一条控制寄存器获得该硬件断点宏单元所支持的最大断点数。这样你在调试的过程中，如果断点打多了，调试器就会无情报错了。这时候再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调试器也能够烧录程序呢？正常情况下 CPU 内核是通过内部的系统总线从 Flash 或 RAM 中获取要运行的指令，交换数据，并在一定的驱动程序下实现对 Flash 的擦除和写入操作。是的，不出你所料，为了把指令和数据直接给到 CPU 内核，我们还需要定义一条扫描链。这条扫描链直接在系统总线上开了一个口子，通过上位机的调试信号，把相关的操作指令直接传到总线上，供 CPU 内核取用。那么整个调试器下载的过程是这样的：第一，通过调试器使 CPU 进入调试状态；第二，通过总线扫描链将 Flash 编程算法与即将被下载的用户程序放到 RAM 中去；第三，将 CPU 的 PC 指针指向刚刚搬运完成的 RAM 地址的起始处，并退出调试状态；第四， CPU 将在正常状态下运行 RAM 中的 Flash 编程算法，将用户代码烧录到确定位置上，执行完成后回到调试状态。如果 RAM 空间不够大的话，以上操作还需要重复多次执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第二步操作 RAM 时是处于调试状态下，而调试时钟的速率是无法满足 RAM 或 Flash 的访问速率要求的，所以在这一过程中 CPU 会频繁地在系统时钟与调试时钟之间切换。调试时钟下，总线扫描链先传递来要写入的数据和 RAM 地址， CPU 先分别暂存在内部通用寄存器中，接着扫描链传递写入指令，并切换为系统时钟， CPU 在正常状态下执行搬运指令，往 RAM 里写入值。执行完成后返回调试状态，并继续通过扫描链传递后面要写入的值。这里顺便提一句，上面所说到的 Flash 算法其实主要就是一系列 Flash 操作的驱动，它针对不同型号大小的 Flash 芯片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某些 IDE 软件里面要进行烧录操作之前，需要先选择与被调试芯片相匹配的烧录算法文件，
这种通过调试链路直接干预总线，从而实现的 Flash 操作，也常常被我们称之为在电路编程 ICP。OK， 感谢你看到这里。虽然关于 debug 的内容整理了很多，但总还是挂一漏万。所以下一期我准备针对 ARM 下调试架构的理念做进一步的研究。最后的最后，感谢你们的评论、关注和点赞，我很高兴能够帮助到大家。感谢我的好朋友刘老师对本期视频文稿的校正，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